做自由的模型，听这个为您分享。Hello， 大家好，欢迎各位收看这一期的魔安分享。本期要和各位分享的是原野文化和喜玩社联合出品的运20鲲鹏云胜。这个名字是来自原野文化在5月14日发布的微博。那么本款模型的外观整体是以超现代巴拉巴拉融合武圣关羽的神韵巴拉巴拉这一大堆的东西。产品的定位属于是和中国航天工业官方联合出品的文创模型，本质上算是一个挺有意义的合作，并且定价99，量也超级多。按照我们的话来讲，就是性价比很高，并且有着自己的 IP 并创技之龙魂战机。曾经苍王阁还出过该作品的相关变形产品，甚至这一款云胜苍王阁也是有做成成品的计划。不过作为模型博主，前面这一大堆的都是噱头，是虚的东西。最后对我来说，还是要回到这一款产品的素质表现上来。我从来不认为具有超高的性价比就可以无条件的忽视产品的问题。当然了，这个因人而异。本款模型也确实有很多的槽点，那么这里就来谈一下我个人的看法。本款模型的盒子尺寸对比正常的 MG 要小上一点，不过也挺厚的。正面就是原野文化、喜玩社这样的各种 logo， 还有航天文创的相关标志，看着是挺有档次。周围一些就是产品的相关介绍。本款模型一共是25块板件，数量看着其实也不算太多，但是零件都非常大，全部的板件放在这里也真的是一大堆了。说明书也是标准配置。本款模型是有附带简易地台，直接组装就可以了。我的这个表面划痕会比较多，缩胶也挺明显的。剩下的板件部分整体都是采用了磨砂的质感，整体的观感还是比较不错。并且本款模型采用了大量的隐藏水口，不过这个隐藏水口很多都是特别小的，类似于按压水口的设计，一按就下来，估计也是为了方便非模型玩家的组装。但是也有一部分隐藏水口的尺寸会比较大，并且会很薄，处理起来会比较麻烦。骨架部分的零件是采用了带有闪粉的金属成银色，观感还不错，并且零件整体的细节都会非常清晰，板件整体的素质表现是非常优秀的。那么本款模型的内容物包括云胜主体、支架地台、一把关刀，还有2个多余的废件。本款模型的尺寸真的是非常大一个，最高的部分是达到了29.5厘米，这么一对比就能看得出来，整体的分量感是非常足的。先来说说简单的配件部分。虽然本款模型宣传的是融合了武圣关羽的元素，一定要加上这个传统文化的特点，但是难道关羽真的就只有武器这一个特点吗？在这一款模型身上，除了这把武器，我实在看不出来哪里还有什么关羽的元素。强行一点的话，这身上的绿色透明件也算是能符合一点我刻板印象当中关羽的绿袍吧。总的来说，一款自诩融合了关羽元素的产品，甚至还不如重装凯能做的合理。而且重装凯能好歹还有二爷的胡子特征，在这个元素上，这一款模型有点强行融合了。而且这一款机体只有这一把武器，身上几乎没有其他的远程武器。对于运20的机甲化处理来说，我感觉是不太合适的，哪怕给把枪呢。另外这一把武器给了3个固定孔位，但是看上面剩余的凹坑痕迹，可能原本是想做6个孔位。和手部的卡榫连接固定没有什么问题，但是由于手部是这种比较简单的可动手设计，我比较熟悉的是类似于超可动奥特曼系列，或者是一些变形金刚也是用的这种可动手。对于关刀这类武器的握持限制还是比较大的，想要双手持刀也是非常的不自然，也没有固定效果，我认为不如给导演手。然后就是这个地台设计的是比较简单，支架头的连接部分需要拆除，手动调整位置。这个支架最大的问题就是连接头这个部分好短呐，而且是这一种比较平的方形头。本款模型的支架接口在胯部，我手中这个可能是我拼的有问题，或者这里精度本身就有问题，我没完全按进去，会有点缝隙，但是我感觉不太影响，这就导致插上支架以后，第一个问题是倾斜，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不稳，很容易掉，这个支架给的就很鸡肋。本款模型更多的元素是以运20为主，比较明显的飞机元素，我个人认为是胸部、肩甲、裙甲、背包机翼这些部分。如果按照该机体是带变形机构的话，剩下的这些部分应该属于是隐藏在内部的结构。不过很可惜，本款模型并不具备变形结构，所以只能看后续苍王阁会怎么做。本款模型的组合度可以说是非常好，一方面可能是因为材质偏软，另一方面就是零件精度的处理确实很棒，所以整体的组合度真的很不错。那么这一款云胜在关节部分大部分都是采用了 Q 板件的零件，按照说明书上的说法是 PC 件，不过和我们熟悉的 PC 件还不太一样，是硬的。本款模型涉及到 Q 板件的部分，相对来说都会偏紧一点，在拼装的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也就胸部是有3点。第一个是腰部的这个 Q3 和 Q5 的连接非常紧，后续活动不是太方便，所以我个人建议针对 Q5 的柱形卡榫稍微给它打磨一点会更好。胸部背面的 O-3 会挥弹，需要胶水进行加固。胸部上方这个部分组合的时候稍微给它削一点，其他的就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本款模型也是有着完整的骨架配置，不过骨架零件都是比较简单的左右合，并且也基本上没有什么细节刻画。如果能在骨架上再刻画一点细节，可能会更好一些。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头部，其实我不太清楚这么说好不好，因为这个头我第一观感确实有点像巴巴托斯天狼座的脑袋，或者是巴巴托斯其他样式的头部，但你要真说有什么相似的地方，可能也就这个天线的即视感会非常强。不过从整体的观感来看，这个头我是感觉和主体的风格不太搭配，加上主体非常大，两侧面颊还很长，中间的面罩是内凹的，红色下巴也不小，就显得这个脸特别小。头顶监视器和眼睛都是透明件，不过本款模型并没有提供任何的贴纸，拼装完成以后，眼睛和额头都不是太明显。这一款模型的头部内部空间也挺大，也适合加磁控灯，或者是给眼睛补一些色，效果会更好一些。头部后方还有类似于散热结构的分件。头顶这个零件安装是偏松的，也建议给它加固一下。本款模型的脖子是固定结构，不具备任何的可动，整个头部仅依靠球形关节进行连接。头部内侧的零件可动角度也很一般，整个可动幅度是比较基础，并且活动的过程中会和胸部产生干涉，这个需要注意了。胸部整体的分侧处理还是比较优秀的，并且胸口和两侧的装甲也有针对原本运20的造型进行还原，两侧的钢板细节还原也很不错。根部是卡扣进行连接，还带有一点可动。机头部分就应该是向四周展开，露出中间的核心部分，设计上应该是类似于危险流浪者的反应堆。胸部上方的零件拼装效果会比较一般，这个部分的缝隙会明显一点，没有办法完全合拢。那么整个胸部的可动设计也是非常的微弱，只有依靠腰部的铸金卡榫进行活动，可动幅度非常小，侧歪角度也很微弱，这个就当没有吧。和背包连接的卡榫是带有上下可动的，胯部设计可能要比胸部要好一些。前胸甲是球形关节连接，但是抬起角度会有一点限制，这个部分的活动的时候需要注意和侧胸甲的连接避让。内衬也是简单的一大片，没有像胸部那样采用钢板细节零件。侧胸甲的根部是采用了2个方形卡榫进行连接，这个部分也是一个关节组，不过方形卡榫的活动有的时候会容易松脱，需要加固。另外一侧是球形关节进行连接，整个侧胸甲的可动角度会非常的丰富，并没有过多的干涉。侧胸甲的内衬也是有一部分的框架结构刻画。后胸甲整体是有一个抬起的可动角度，两侧装甲也可以进行活动，但是这个部分我认为可以正好把绿色透明件给它收纳进去，然后再来一个简单的联动展开，当前的状态就很一般。腰部和胯部是通过铸金卡榫进行连接，稳定性和平转角度都没有问题。肩胛和胸部的连接采用了类似于转轴一样的细节表现，这个部分我还挺喜欢的。另外就是整个肩胛的造型呈现感觉会很不错，因为我感觉本款模型全身有很多黄色零件提供的比较突兀，不是太好看。肩胛整体是带有一点单独的可动，胸部也是配置了引出关节，设计比较简单，实用性还可以，就是这个可动幅度会比较一般。最后整个手臂、肩部可动角度就是当前的状态了。上臂的平转是正常的，但是活动的时候容易自己往下秃噜，需要注意。肘部关节设计我感觉有点扁，小臂和上臂都比较粗，到手肘这块就感觉就剩一片了，看着不太对劲。虽然肘部也是3段式结构，但是由于零件本身的限制，最后呈现的效果也只是当前的水准。小臂没有什么特殊设计，后方这个割裂装甲如果能设计成活动展开，内部再放2个小导弹或者机枪就好了。手部采用的是1+4可动手，并且这个部分是卡扣连接。本款模型的武器只有那一把刀，所以这个可动手也没啥负担。手腕的可动角度也还说得过去，紧实度也没有什么问题。那么整个腿部算是这一款模型我最不喜欢的部分，前面这一大堆造型处理的还是以平面为主，就像是机身整体打开露出内部的框架一样。在腿部我看不到太多原本机体应该有的造型，所以我有点想不出来这个大腿是会怎么收纳的状态。大腿采用了外露设计，只有正面这一块装甲，其他部分是采用了一些骨架的细节刻画，并且大腿装甲和膝盖装甲这个部分让我总有一种分不清哪里是膝盖的状态，外甲的曲线处理不是太好。在大腿根部也有引出关节的设计，能够提升一点可动角度，配合裙甲在根部的可动角度也是比较可以的，不过也需要注意周围零件的避让。大腿根部的平转也是正常提供，在脚腕和腿部后方也可以看到ER杆的造型零件，不过这些都是固定结构，没有可动。小腿两侧的装甲，我个人感觉应该在根部设计一个可动零件，给脚腕做出避让，但是这2个部分都是固定结构。小腿后方的推进器零件是带有一丁点的轻微可动，脚腕前端的零件也是轻微可动，膝盖也是3段式结构，对比手臂、腿部这里会更加的饱满，即便是露出了膝盖内侧的骨架，也不会显得那么空。
云胜的脚掌设计会非常大，很厚重，脚腕根部只有上抬和下压的可动关节，侧摆的关节在大腿内侧，这两个部分的活动时候需要注意，关节是稍微有点偏紧的，并且脚掌不具备平转，有的动作摆起来会比较怪。另外，脚尖也是带有一点上抬和下压的活动，并且根部是柱形卡榫，支持一定的平转活动角度。脚后跟的红色零件是左右合，老实讲，已经快2025年了，确实不应该再出现这种比较老的分件设计了。最后还剩下云胜这硕大的背包，背包尺寸确实很符合120那庞大的翼展，并且整体风格设计也会更好，没有过多杂乱的部分，和主体连接就可以固定好。但是这个部分也有个缺陷，背包和主体中间会有空档，活动的时候不是太安全，把玩一定要注意了。或者针对卡榫给消除一点，让背包和主体更加的贴合。那么机翼部分也是带有一些轻微的可动调整，背包根部有一段平转关节，再就是机翼上端会有一段抬起可动，能够调整活动角度，根部这里也有一丁点的活动幅度。最后就是机翼部分还有2个展开可动，下端有一个固定卡位，而上端是没有的。如果后胸甲那里能像背包这样设计，老实说也不是不行。那么这一款模型你要说它有什么特别多的缺点吗？我感觉没有。有什么优点吗？组合度比较优秀，零件锐度不错，价格便宜，产品质量是到位了。至于外观造型和那些所谓的噱头你是否喜欢，这个就看各位玩家的选择了。不过未来如果有更多相关的产品，也希望能在这些方面再给它精进一下。其实视频做到这里，我也对现在这一大堆有点乱七八糟的产品做了一些个人上的总结。我是否太在意那些所谓的噱头，反而忽视了产品的素质表现？的确，这一款云胜很多地方设计的会比较简陋，加上曾经我们也做过很多优秀的产品，难免会感觉这一款云胜应该这样或者那样处理更好一些。但模型本质上还是玩具，在我的认知里，无论是低端产品线还是高端产品线，本质上也算是不同种类的玩具。所以在这个制作的过程中，或者在把玩的过程中，感受到了这一款产品所带来的良好情绪价值，那这就是一款好东西，一款值得你认可的好东西。所以我对于这一款模型的吐槽比较多的还是在噱头上，本质上我认为这一款云胜是一款外观可能没有那么多吸引人的好产品。本期的C狗模安分享到这里就已经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不见不散，拜拜。